大家好，這是85後之後誰是頂流系列的第13期。今天這一期，我想聊一個很多人會覺得好像認識，又說不清楚為什麼認識的名字——李蘭迪。2025年，一份名單讓他的名字被更多人注意到。2025微博世界大會年度推薦投票，新954小花核心人選變成了孟子義、李蘭迪、宋祖兒、白鹿。能和孟子義、白鹿並列，說明市場對他的認可是真實的。但如果你問一個普通路人，你知道李蘭迪嗎？大概率的回答是，好像在哪裡見過，但說不出他的代表作。今天我們來聊聊李蘭迪到底是誰，他憑什麼能入選這份名單？老規矩，先對其標準，我們討論頂流候選人的3個維度。第一，跨圈層的大眾認知度，不是只有追劇的人知道，是路人也知道這個名字。第二，持續穩定的商業價值，品牌願意長期押注，而不只是在熱度期蜂擁而上。第三，作品說話的硬實力，每隔一段時間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用這3個維度來看李蘭迪，你會發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第2和第3個維度它都在穩步建立，但第1個維度它始終有一個瓶頸，路人認知度和它的實際成績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落差。李蘭迪的大眾認知有一個特點，它是被時間慢慢磨出来的，沒有一個清晰的爆紅時刻。他1999年生，10歲入行，是真正意義上的童星出身。2017年是他的爆發年，蜜果上線3天，播放量突破1億，無心法師2裡的蘇桃讓他被更多觀眾認識，你好舊時光裡的於周周更是讓他拿下愛奇藝尖叫之夜年度戲剧新人獎。於周周這個角色是他迄今為止路人缘最好的一個，青春、乾淨、有少女心，那批你好舊時光的忠實粉絲是他最穩定的基本盤。但你好舊時光是2017年的事了，從2017年到2025年，他一直在穩定輸出。夢回，別想打擾我學習，捨我其誰，星落凝成糖，一路朝陽，每一部都有熱度，每一部都有好評，但沒有一部能讓全網所有人同時討論它。2025年7月，昭雪路播出，從播放數據來看，這部劇一路穩升，成功在愛奇藝站內熱度突破1萬，成為平台年度第3部破萬古裝劇，雲和數據市占率高達 27.9%， 斷層領跑暑期檔。這份熱度來得相對純粹，沒有大流量明星加持，沒有龐大粉絲群體助攻話題，完全憑劇集品質和口碑發酵。但昭雪路同時也暴露了一個問題，豆瓣開分 6.4 分，數據與口碑形成鮮明落差，口碑高開低走。這種數據能打但口碑爭議的現象，恰恰說明了他現在的處境，熱度有了，但讓所有人心服口服的代表作還沒到來。2026年5月，喀什戀歌在央視一套黃金檔和愛奇藝同步播出，這是他第一次登上央視一套黃金檔，背書規格不低，首播當日登上央視收視 TOP 1，但數據層面，這部劇的表現相當慘淡。首日愛奇藝熱度僅4351，推測雲和250萬上下，收視率高開低走，口碑兩極化撕裂，播放量連及格線都沒踩到。評價也出現了分歧，喜歡的觀眾認為他和郭俊辰的眼神戲細膩自然，治癒感十足，批評的觀眾則認為角色內核缺失，表演停留在表層完成度，難見靈魂滲透。喀什戀歌的結果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他目前處境的核心困境，央視背書的規格有了，但作品本身的質量還沒能接住這個平台給的機會。如果說大眾認知是感性判斷，商業數據就是理性打分。李蘭迪的商業版圖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不是最亮眼的，但是最穩的那批。2025年昭雪路熱播期間，品牌合作達18個，18個品牌合作，在95花裡屬於中上水平，不是白鹿的25個，不是宋祖兒的30個，但對於一個沒有頂流流量加持的演員來說，這個數字是真實市場認可的體現。2025年，搜狐娛樂向60位媒體同行發布問卷，2025年度媒体好感度最高的5位藝人依次是肖戰、白鹿、王鶴棣、李蘭迪、宋威龙。媒体好感度第4，
這個排名說明了什麼？說明他在業內的口碑和形象非常穩定。媒體對他的評價不是流量，不是争議，而是好感。這種好感是品牌方最看重的長期價值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平台資源。2025年腾讯視頻星光大賞年度突破電視劇演員獎，參加2025微博世界大會、2025微博之夜、2025尖叫之夜。2026年登上央視春晚，在串門指南裡和白鹿、丁禹兮組成串门組，造型甜俏，搜索指數316萬，閱讀量1.6億。央視春晚、騰訊視頻、微博3大平台同步給他資源，說明各方對他的長期押注是一致的。作品實力、演技到底行不行？這是李蘭迪最值得單獨說的部分。他的演技在圈內的評價一直很好。童星出身，從小演到大，表演基本功扎實，是有目共睹的。昭雪路裡的琴馆給了他一個真正展示層次感的空間。秦婉是荊州城冷靜專業的女仵作，每日與腐屍、毒傷、殘肢打交道，從尸骨蛆蟲的生長狀態推斷死亡時間。李蘭迪說，秦婉的性格沉穩冷靜，同時身負家族血仇，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會把情緒藏在心裡。李蘭迪的反差塑造很出色，從雪中剖屍的冷峻到落淚質問命運的破碎感，原聲台詞感染力強。這種冷靜外表下的情緒積壓是很考驗演員控制力的，既不能演得太冷讓觀眾出戲，也不能情緒外化太明顯失去角色邏輯。李蘭迪處理得相當穩，但朝雪路同時也暴露了一個客觀問題。李蘭迪和敖瑞鵬作為正在崛起的年輕演員，尚未完全進入頂流行列，既沒有龐大粉絲群體助攻話題，也缺乏引發爭議的事件吸引目光，導致演技和作品的褒揚聲不夠響亮。這句話說得很到位，他的演技不是問題，是他的演技還沒有一個足夠響亮的傳播載體。2026年5月的喀什戀歌是他迄今為止最不一樣的一個嘗試。細膩的演技，自然的化學反應與喀什古城的詩意氛圍，精準戳中了觀眾對治癒感與真實心動的雙重渴求。李蘭迪和郭俊辰的眼神戲被觀眾反覆討論。年代、現實題材、央視平台、文藝氣質，這三個標籤疊加在一起，是他之前任何一部作品都沒有過的組合。他手頭還有歡劇、海島叔父日誌等待播作品，類型持續拓寬。說了這麼多，李蘭迪在這個系列裡應該放在哪個位置？他是這個系列裡最難用一句話概括的人。他不是從黑紅打出來的孟子義，不是等了10年的陳都靈，不是商業價值爆發的白鹿，也不是數據頂格的趙露思。他是那種你找不到一個特別的理由去喜歡他，但你也找不到一個理由不認可他。孟子義、李蘭迪、宋祖、白鹿，新954小花名單裡其他3個人都有很清晰的代表性。孟子義是逆襲，白鹿是高產，宋祖是數據。李蘭迪代表的是什麼？我認為是穩定。在整個95花賽道裡，有人靠爆款衝上去，有人靠爭議維持熱度，有人靠顏值撐商業。李蘭迪靠的是一步接一步的穩定輸出，一點一點的積累，不出大錯，不翻大車，不停地往前走。他憑借扎實的表演以及認真的制作態度，在逐步打磨作品的道路上展現出了更持久的生命力。這份熱度源於觀眾對作品本身的認可，而不是喧囂的輿論爭鬥。這種穩定在流量時代容易被低估，但在市場整體下行的時候，反而是最值錢的競爭力。他和頂流之間的距離，是那個真正意義上讓所有路人記住他名字的代表作。一旦那個作品出現，他積累的所有底盤會在一夜之間被激活。總結一下今天的分析，大眾認知，童星積累的長期口碑，朝雪路數據能打，但口碑高開低走；喀什戀歌，央視黃金檔背書，但路人認知度和實際成績之間仍有落差。商業價值，18個品牌合作，媒體好感度第4，3大平台同步給資源，穩定但不是最亮眼。作品實力，童星出身基本功扎實，勤管一腳證明他能駕馭有層次的角色，但還沒找到那個讓所有人同時記住他的代表角色。
它的特殊性，新95四小花裡最低調的那個，靠穩定積累走到今天，沒有爆紅時刻，但也從未掉隊。李蘭迪的故事沒有大起大落，沒有戲劇性逆轉，他就是那種一直努力，慢慢等那個屬於他的時刻。那個時刻還沒到來，但他已經準備好了。你覺得李蘭迪能等來他的爆款嗎？評論區告訴我，下期見。我會不會放手或更加固執，答案藏在風裡，也藏在夢裡，卻無法從心底抹去你。